乌克兰划和谈红线，拒绝割让更多领土。冯德莱恩主席作保，乌克兰最迟于2030年加入欧盟。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派遣超过1万人维和部队。法国 E3F 预警机飞越黑海，与乌实现情报共享。法国带头公开抢夺美国军工企业订单，助降低对美依赖。库尔斯克战况分析，美俄总统或在本周会晤。乌东战况激烈，乌军空袭俄军训练基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美国虽然恢复了对乌援助，但特朗普一直没有公布新的军援计划，未来恐怕也不会有。即便有，也不要指望还会免费援助，能向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出售美国武器就已经不错了。而且3月16日，《独立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在和平协议谈判中设定了几条红线。报道称，这些红线包括拒绝割让更多领土、被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平民安全返回、国际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承认被占领的领土属于俄罗斯等。而美乌在沙特的会谈中，乌克兰向特朗普团队表明的乌克兰红线，则包括不能限制国防军的规模，不能禁止乌克兰参加国际组织，包括欧盟和北约，俄罗斯不能拥有否决权。乌克兰虽然提出了这些红线，但俄罗斯恐怕不会接受。目前双方最大的一个争论点是乌克兰不愿意放弃领土，而俄罗斯坚持的最低条件是获得全部的乌东4州，这令火力军感到担心和忧虑。且不论此前双普的假话和双簧表演，战争研究所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3月16日表示，乌克兰如果想实现长期和平，获得安全保障，就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中东问题特使特维科夫也表示，基辅必须放弃某些领土，以换取未来的安全保障。可见，美国正在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实现和平，所以乌克兰接下来大概只能依靠自己和其他支持者来继续抵抗俄军的入侵和空袭了。幸好乌军和其支持者们都十分给力。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安全保障上，此前法新社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称，他已向基辅作出保证，乌克兰最迟于2030年加入欧盟。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欧盟目前已将乌克兰视为了内部伙伴，将在经济、防务、劳动力市场、医疗保健、边境等多个领域对乌克兰提供广泛的支持，即便是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也无法阻止乌克兰入盟进程。与此同时，综合卫报、路透社、BBC 等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志愿者联盟视频会议后表示，俄罗斯对当前拟议的停火协议是同意的，但有条件。这样的态度还不够好，是在试图拖延实现和平。他说，如果俄罗斯拒绝立即无条件停火，各方将继续加大对俄压力，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从而让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斯塔默还透露称，同意参加乌克兰维和行动的各方军事负责人将于本周4在伦敦举行会议，制定出强有力的相关维和计划，以保证乌克兰未来安全。且消息人士称，事情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约有35个国家已同意提供武器、后勤和情报支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称，斯塔默计划向乌克兰派遣超过1万人维和部队。对于外国军队进驻乌克兰，路透社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包括外国军队驻扎。同时，泽连斯基表示，在维和部队问题上不能听俄罗斯的意见，因为入乌维和部队是对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保障，俄无权决定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问题。目前欧洲做出的安全承诺要比沃尔茨所说的未指明安全保障强得太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当下的队伍支持。情报上，3月15日，一架法国 E3F 预警机在2架法国阵风战机的保护下，在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上空执行了一次长距离飞行。最重要的是，这不是北约任务，而是法国单独的情报任务，所获的情报将与乌克兰共享。与此同时，3月16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随着美国与欧洲隔阂加剧，欧洲开始担心美国能否履行欧洲防务的承诺。为此，欧盟开始加紧建立一个用于军事情报的新卫星网络。欧盟国防和太空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利公开表示，鉴于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扩大其卫星能力，以改善对安全的地理空间情报支持。报道称，新的卫星网络将用于探测部队调动等威胁，并协调军事行动。目前，欧洲拥有自己的导航系统伽利略，该系统已经运行20年，目前有26颗卫星在轨，之后还将陆续发射，使在轨卫星达到37颗。而欧盟委员会拥有的低地球轨道多轨道宽带网络 IRS 方将在2025年实现成员国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此外，欧洲还拥有4家主要卫星服务商，包括卢森堡的 SES、西班牙的 Hisdesat、英国的 VSAT 以及英法合资的 Eutelsat OneWeb， 加上法国已经多次发射观测卫星，而英国、德国也有兴趣加入，可见欧洲并不缺乏资金。
如果意愿一旦达成，这意味着欧洲的情报和卫星网络将独立于美国、北约，成为欧洲新的安全防卫项目。弹药补给方面，如防空上，乌克兰防空指挥官透露，如果没有密集的空袭，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还能维持大约6个月。目前乌军的防空能力有 50% 是依赖美国，剩下的一半依赖欧洲，一半是苏联时代的各型号萨姆导弹。意大利晚邮报报道称，乌克兰用完了 SAMPT 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已紧急请求意大利和法国提供至少50枚紫苑30导弹。虽然不久前《华尔街日报》评价 SAMPT 防空系统在乌克兰的防空作战中表现不好，但乌克兰空军司令部通信联络局局长尤里·伊格纳特却透露称，乌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一架苏霍伊战机。同时他表示，乌克兰空军现有的 F-16不是最新款，尚不足以与俄军苏35对抗，因此需要结合防空弹系统和电子战等手段来对付。而乌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或许会因特朗普关系因耗尽而得不到补充，但欧洲制造的 SAMPT 防空系统及其配套导弹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大家担心的产量缓慢问题，目前欧洲正在快速解决。3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给法国军工企业加油，抢夺美国军工企业的订单。他发表声明称，购买爱国者系统的人应该获得新一代法裔 SAMPT 防空系统，购买 F-35额度的人应该获得阵风战机。这对乌克兰来说就是机会。如果欧洲国家真的用 SAMPT 替换爱国者，那么替换下来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拦截弹将会送到乌克兰。而且欧洲正在大力恢复军备，各大军工企业正在抢夺欧洲8000亿欧元国防订单，其中就包括欧洲导弹集团。这样一来 ，SAMPT 防空系统和配套拦截弹的产能自然会得到大幅增加，这对乌克兰来说是好事。总之，在俄罗斯军工产能达到顶点的背景下，时间越久越有利。对如今的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一切都需要时间。至于乌军自己的努力，则体现在战场上。尽管乌军控制区已被压缩到了巅峰期的1/10，但恢复情报共享的乌军没有再让俄军向前推进。据战争研究所3月16日报道，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的一名突击点指挥官声称，乌军仍在库尔斯克州保持着无人机这样的低空空中优势，在该旅责任区内，乌军无人机就有高达300到400架。俄军需要更好的反无人机训练，以对抗乌军无人机。此外，战争研究所还报道称，乌军对俄军前线的防空系统进行大量的战术打击，迫使俄军更换或修复前线系统。而此举的意义，一个是乌军无人机团的指挥官报告说，俄军防空系统的重新部署将导致俄军防空网出现漏洞，乌军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对俄军事目标展开打击。如据乌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军阿喀琉斯第429独立团就成功摧毁了俄军4套铠甲1防空系统。3月16日，据基辅独立报报道，经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战场地图确认，乌军已从苏贾撤出。路透社当天称，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已缩小至约110平方公里。其实关于此轮库尔斯克战役，火力军一直有个疑问，大家都清楚，自2024年8月6日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后，到2025年3月，在这7个月时间里，俄罗斯为了夺回被占的领土，一直以重兵围剿，希望能将乌军推出库尔斯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用重金加诱惑的方式请求朝鲜出兵。尽管如此，200多天来始终无法如愿。但就在3月3日，美国单方面停止对乌援助和情报共享后，俄军仅用1周时间就夺回了绝大多数乌控区，并给乌军造成了重大杀伤。这正常吗？如果俄朝联军真有这么强，应该早收回库尔斯克了。对此，外界抛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2个，一个是美国不但停止了对乌的情报共享，还将乌军情报与坐标提供给了俄军，这才重创了乌军。二是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早有默契，以放弃库尔斯克换取美乌要达成的停火协议。只不过这2个假设由于缺乏证据，目前依旧停留在理论上。而就在3月15日，《时代》杂志在采访美国军事研究员罗宾·霍斯福后，突然爆出猛料。报道称，霍斯福是这样描述库尔斯克之战的：普京不想在不收复失地的前提下冻结战争，为了开始谈判，特朗普必须帮助俄罗斯夺回库尔斯克。于是，就在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击之前，特朗普切断了乌克兰武器和情报供应。《时代》杂志还爆料，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俄军突然获得了乌军阵地，包括后勤中心以及弹药库等地极其精确的坐标，炮火袭击几乎百发百中，甚至对防卫圈中的乌军哨岗都了如指掌。最后，《时代》杂志用问答句做了了结，即这是巧合吗 ？No， 特朗普是在有意削弱乌军力量，以此来实现帮助俄军重新夺回库尔斯克的目的，否则后面的谈判就不存在。当然，火力军无法核实上述的爆料，但火力军相信时间会给出我们答案。此外，美俄之间的沟通还在持续。据塔斯社16日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表示，
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将在必要时举行，俄方正在为会晤做准备。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当天也在 CNN 的节目中透露，两国领导人有望于本周举行电话会谈，只是不知道若是让乌克兰失去库尔斯克这张谈判筹码，不知道普京又会开出怎么样的和谈条件。库皮扬斯克方向战争研究所3月16日报道称，俄军小规模步兵群变得十分活跃，最近正试图在德沃里奇纳附近建立浮桥，帮助火炮和装甲车越过奥斯基尔河。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克拉斯内佩尔舍以西的奥斯基尔河西岸出现了一个新的灰色区域，这可能意味着奥斯基尔河出现了俄军的第4个桥头堡。利曼方向3月16日，乌军第63旅在伊凡尼夫卡和特尔内之间的大坝附近击退了俄军多次小型步兵突击，其中一次突袭中更是消灭了23名俄军士兵。顿涅茨克州恰佐菲尔方向，乌军击退了由20多辆装甲车组成的俄军装甲纵队。战争研究所报告显示，乌军至少损坏或摧毁了10辆俄军装甲车。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16机步旅第8特战团在第43炮兵旅的支援下一路强推，控制了南面的扎巴尔卡，并切断了俄军后勤。北路乌军的第54机步旅第1特种警察旅和欧米加第2突击队收复了体育馆阵地，并迅速部署便携式防空导弹与无人机，使得俄军战机无法低空支援。而向市中心推进的乌军12亚速旅第53机步旅则在这2天夺回了多任夫卡、霍梅尔斯卡和帕帕尼纳街，目前已越过市中心。俄军方面当然不愿放弃历时7个月才拿到的战场收益，其反击异常凶猛。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尔茨中校表示，在昨日战斗中，乌军至少击退了一个加强排规模的俄军机械化袭击，并摧毁了俄军5辆装甲车、4辆摩托车和1辆卡车。目前双方的战斗集中在北部的托列茨卡矿和市中心的森城纳矿附近。扎波罗尔茨指出，俄军通常以2到10人小队进行步兵攻击，乌军则充分发挥无人机优势，对整个托列茨克实施了火力控制，战斗仍在进行中。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16日，俄军新增损失1400人，被摧毁10辆坦克、78门火炮。空袭方面，乌克兰空袭有了更多消息披露。首先是乌军的空袭目标，除了炼油厂外，这2天乌军还空袭了几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这其中就包括穆利诺一带的俄军训练中心。据开源情报报道，3月15日夜间，乌军向夏诺夫哥罗德州的穆利诺地区发射了10几架无人机，目标直指当地的第333战斗训练基地。紧接着，该基地就传出了数起爆炸声，并伴有明显的火光。报道进一步透露，俄军第333训练中心的行政大楼已遭到了严重破坏，且有2名俄军人员受伤。俄方则尚未评论此事，但该基地无疑是俄军的一处关键设施。也有信息显示，第333中心不仅为俄罗斯陆军提供训练，它还承接了俄军空降部队和海岸部队的培训任务。可以说，此地是俄罗斯海空军一体的综合训练中心。但如今，它已成为乌克兰新的打击目标。另外，在乌克兰南部战区克里米亚的战科伊地区，同样遭遇了大规模空袭。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战场信息传出，但不排除乌军在发射无人机外，还动用了远程导弹。结合乌军长海王星导弹成功实战，以及更早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阿列克谢内茨帕帕中将称，乌军正准备第3次攻击科赤大桥行动。可以预测，若是乌军真的打算对科赤大桥进行打击，那所使用的武器很可能会是长海王星导弹。当然，鉴于乌军对科赤大桥的多次打击，导致其基本已失去军事价值的事实，加上又牵制了俄军大量防空系统，因此乌克兰海军司令的威胁也有可能只是障眼法。毕竟对如今的乌克兰而言，像长海王星导弹这样的珍贵资源应该用在其他地方，如俄罗斯腹地的军工厂、炼油厂、弹药库和油库等。这些目标对俄军的行动影响显著，而摧毁科赤大桥的任务交给援助的金牛座就可以了。援引乌克兰媒体报道，该国慈善组织活着回来向乌军特种部队亚速里提供了一款新型无人机。据活着回来组织表示，这款无人机由乌克兰厂商研发，在设计上采用三角形机翼和无尾翼设计，类似于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但与其不同的是 UAS SETH 搭载电动马达驱动的推进式螺旋桨，并能够通过传统弹射器发射。其机身后部还搭载有类似8通道 CRPA 天线的模块，使之可在敌方电子干扰下稳定接收 GPS 信号，确保作战效能。弹头规格与射程则尚未公开，不过据专家预估，其有效载荷至少在3至5公斤，飞行距离在50公里以上。此外，亚速里还分享了一段影片，
显示该型无人机已投入实战，并对俄军卡车发动了精准打击。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2日，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乌克兰时就已经展示过 UAS-SETH， 同时还展示了乌德合作研发的新机种，而德国也已计划为乌军提供6000架 HX-2 无人机。援引英国媒体报道，该国议会在围绕英军当前的防空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充分讨论后，提出了一项计划，将强化未来的防空反导能力。然而，据该国智库的专项研究报告以及北约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战备检查报告，均指出英国防空反导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其防御力度不足，在应对中小型无人机与弹道导弹方面缺乏直接性的有效手段。例如，在2024年11月，英国多个空军基地均遭到小型无人机入侵。其二，关键装备短缺。英国陆基防空力量的核心装备是天剑中程移动式防空系统，但该国仅装备有6套，其中1套部署在福克兰群岛，1套部署在波兰，4套部署在英国本土。据军事专家分析，英国本土的4套天剑防空系统可能无法覆盖整个苏格兰地区，更难以全面防护英伦三岛。此外，据《泰晤士报》近日披露，英国本土目前仅剩1座可探测弹道导弹的雷达。同时，英国空军自2021年退役最后一架E-3D预警机后，新型预警机装备进度严重停滞。其三，战备状态欠佳。例如，在2024年承担海上防空任务的6艘4-5型驱逐舰中，有4艘由于动力故障在港口趴窝，又或是负责本土空中防卫任务的台风战机多次由于技术问题停飞。这类频发的战备故障问题，严重影响了英国防空力量的实际作战能力。对于以上的这些防空反导体系问题，英国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进行补给。首先是在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据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今年将重点增强防空反导能力。同时，国防采购大臣玛利亚·伊格尔也强调，将会增购3套天剑防空系统，以充实陆基防空力量。其次是对装备进行升级。英国海军将对4-5型驱逐舰的海毒蛇防空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包括改造紫苑30导弹弹头和制导控制软件，更新雷达和作战管理系统等，以强化反弹道导弹能力。同时还计划引进紫苑30 Block 1 NT 导弹，该型导弹能拦截携带机动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此外，英国海军也将加快龙火激光武器的部署进程，而英国空军则将于今年陆续列装3架E-7预警机，并可能增加采购数量。最后是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体系。英国曾于2022年加入了德国主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到了去年10月，英国主动提出钻石倡议，旨在进一步提升与北约欧洲成员国在防空反导系统方面的互操作性。同时，英国还与德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将深化工业领域、导弹防御等方面合作。此前，英法法德已签署相关协议，所以这次英德协议的签订已完成了欧洲3大国之间的3角防务协议，将进一步推动欧洲国家防务合作进程，促进各国之间的防空反导体系深度融合。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法国国防采购局于今年1月与巴克考克法国分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7.59亿欧元的合约，执行代号为 Mentor 2的飞训计划。为配合该计划，法国选定向皮拉塔斯公司采购22架 PC-7 MKX 出教机以及相关的飞行模拟器、航电任务规划系统，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届时将搭配法军自2018年起采用的 PC-21， 满足分阶段训练需求。根据报道 ，PC-7 MKX 机由 PC-7 MK2 改良而成，配备有 G3000 PRIME 型数字化航电系统，可根据训练需求设定相关接口，能够模拟各式直升机以及喷射战机座舱系统环境。同时，其还可执行边境与近岸巡逻任务，提高使用国的飞训效能。援引欧盟理事会新闻稿，欧盟于3月11日宣布，当伊瑞尼行动于3月31日到期后，将继续延长2年时间，直至2027年3月31日为止。未来2年的军事行动费用大约为1635万欧元。
伊瑞尼的希腊语为和平。该行动自2020年发起，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由欧盟地中海海军部队负责执行。核心任务是通过检查往来地中海公海的可疑船只，落实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用政策。至于此次任务延期，后续将新增监控侦察任务，负责收集保护水下重要基础设施的相关信息，同时帮助欧盟制定应急预案，增强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鉴于俄罗斯的态度，俄乌战争一时间仍无法结束，大家觉得最后谁会妥协，让和谈进行下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